有想过影响国家繁荣或贫穷的关键是什么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平常在 YouTube 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出国旅游拍的 Vlog， 分享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哦，为什么世界上面有些国家很有钱，有些国家却很贫穷？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到底是怎么来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过去蛮长一段时间的主流观念呢，都会认为影响一个国家成败的主因是地理环境跟文化的差异。不过，荣获今年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艾塞莫鲁呢，与罗宾森却有不同的看法。2012年，他们两人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国家为何会失败》。在这本书里面，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迈向富裕或贫穷的关键，其实是在人为实施的制度。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所以要让一个国家变得有钱的制度到底是怎么样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烦恼圣诞节礼物要送什么吗？如果你送你的对象家中有3到6岁的小朋友，那我推荐你台湾绘本品牌芒狗狗推出的幼儿财商启蒙绘本礼盒。里面除了有3本理财主题绘本，能够帮孩子建立良好的金钱观念，还有能够学习储蓄的小猪铺满，更能够练习小额消费的零钱包。那如果你是提前在准备过年礼盒的话，也有春节版哦。芒狗狗财商礼盒让正向的金钱价值观在小朋友心中萌芽，市面罕见却相当重要的学习主题，搭配精美的包装，兼具内涵与体面。不管是送给自家亲戚的小孩，或是朋友同事的孩子，都是一份别具意义的礼物，还能够成为家长教育上面的小助力。而这一次的圣诞礼盒呢，只有限量500份，不但有超值的优惠，而且免运。输入我的折扣码积极推荐，全站商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行动，为家有幼儿的朋友们准备一份与众不同的圣诞礼物吧。说到国家富裕或贫穷的成因，作者首先举例了过往非常受到学界欢迎的地理假说以及文化假说。首先有地理假说主张，国家之间的贫富不均是地理条件差异所造成的。位于非洲中美洲跟南亚的热带国家会因为土壤的贫瘠不适合耕作，再加上这个热带地区容易有疾病而影响到劳工的生产力，导致国家贫穷。反观温带地区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有钱的国家大多都集中在这个区域。再来文化假说呢，则是把国家富裕与否的原因归咎于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这套理论主张呢，西欧地区的人民因为受到了基督宗教的影响，培养了良好的工作能力，因此换得了富裕的经济成果。但像是非洲人呢，就会因为生性懒散，拒绝新科技，迷信这个巫术跟魔法而导致贫穷。作者认为以上的理论呢，乍听之下好像蛮有道理的不过当我们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有些国家明明地理位置很近，资源条件相当，文化也高度相似，但他们各自的经济发展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点出地理假说跟文化假说的限制，作者呢以南北韩还有美墨边界来作为举例。书中指出，南北韩在分裂之前基本上没有差别，他们的地理位置相同呢，人民也是朝鲜族，甚至呢还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说着同样的语言，长期以来呢也享有共同的文化。但是时间来到了现在，南韩已经成为了世界上面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北韩却彻底相反，两国人民的平均年收入相差达24倍，而南韩人的平均寿命也比北韩多了11年。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位于美墨边界的城市诺加莱斯与诺加利斯，这2个城市有这一墙之隔，在地理气候上面没有差异，居民们的文化背景也几乎一样，大多呢是西班牙后裔。但是住在美国的诺加利斯的市民呢，不管是这个收入或学历，都大大的胜过墨西哥的诺加莱斯市民。2个案例都证实了地理跟文化并不是决定一个地方富裕与否的关键。但话又说回来最关键到底是什么呢？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制度。作者认为呢，南韩与美国因为在政治跟经济上面采取了广纳型制度而变得富裕，反之北韩跟墨西哥则因为采取了榨取型制度而相对贫困。那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这2种制度又是什么呢？书中提到这2种制度其实比较像是一种光谱的概念，而在讨论制度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把它细分成政治跟经济2个不同的维度。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那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在画面上面的这个图，在2个不同的维度当中，各自都比较偏向广纳型或者是榨取型的光谱。那以广纳型的经济制度为例，它的重点呢就是能够提供让人民愿意工作、勇于创新的诱因。
这其中包含国家要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订定公正的法律制度，提供公共设施教育以及自由的职场环境等等。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人民可以预期自己在努力过后可以享受劳动的成果，进而产生工作的动力。而要达到这样子的状态，通常呢就需要搭配广纳型的政治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民主化。作者举例呢，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奠定了君主立宪制，创造世界上面第一套广纳型的政治制度。而在这之后，英国政府推动一系列经济改革，包含了执行私人财产权保护专利，鼓励商业活动，推动基础建设等等。这些诱因呢，让当时的发明家愿意投入心血，钻研新技术，间接促成了后来的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为了现代最先富裕起来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呢，作者也指出，在公开透明、多元民主的政治制度之下，假如政府推出了不符合广纳型精神政策，大众还是可以透过监督投票来给政府施压，导正政府的施政方向。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榨取型制度下面的人民在政治跟经济上面的权利都会被大大的限缩。相对于广纳型的政经制度带来的是国家的共同富裕，榨取型制度的重点呢是少数精英透过榨取多数的民众的利益，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治上面，这群人会采用集权统治的方式，而且通常是球员兼裁判，握在手中的权力很少会受到监督跟限制。作者举例，像是以前欧洲的殖民主义就是一种榨取制度的典型。殖民者呢会运用高压政策来掠夺殖民地的资源跟人力，目的呢就是要榨干殖民地的剩余价值。而在殖民者赚大钱的同时，被殖民的地区却因此陷入贫穷。那就算这些殖民地在之后各自独立，新上任的领导者也很有可能会保留这套既有的榨取制度，确保自己能够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那在这样子的剥削之下，就会导致精英跟大众之间有非常大的所得差距。而在私人财产没有被保护，权利随时可能会被夺取的状况之下，人民不但无法自由发挥技能，也没有诱因投入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就会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而且在贫富差距极大的状况之下，许多人呢都会想要推翻既有政权，取得权力，成为少数精英，导致国内的政治不稳定，常常有政变发生。不过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好奇，明明就有很多的榨取型政权，像是以前的苏联跟现在的中国，他们也都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难道榨取型制度完全无法带来成长吗？作者认为其实榨取型制度一样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成长，但比较大的问题是，这种成长并没有办法长久的持续下去。书中指出呢，榨取型制度带来的经济成长可能是出自于掌权者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所控制的高生产力活动，像苏联呢，在当时就运用政府的力量，把资源从农业大量的转往工业，造就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又或者像是朴正熙统治下的南韩，虽然在政治上面属于威权体制，但在经济上面采取广纳型制度，也成功的让南韩从贫穷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了中等的已开发国家。那说到为什么榨取型制度无法让国家持续的富裕，作者呢则认为当政治跟经济制度都属于榨取型的时候，国内的新科技跟产业就没有办法一直有突破性的进展。苏联以中央带头进行资源分配，或许可以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但一旦达到极限，经济成长就会停滞，甚至开始走下坡。反观南韩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的进步，这是因为南韩社会最终经历了民主化转型，让政治跟经济转往能够互相支持，形成正向循环的广纳型制度。而至于中国，虽然这本书在2012年出版的时候，中国当时的经济表现亮眼，全球有目共睹，但作者也特别指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呢，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榨取型制度，无法永续的发展。书中提到，虽然中国在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那种极致榨取型的经济制度之后，带着国家走向了广纳型的经济制度，但说穿了，私人财产权呢，这个核心价值在中国并不完全可靠。中国的企业家虽然能够创业拼经济但只要共产党想要，他们可以随时把人民辛苦耕耘来的成就整碗端走。作者认为呢，这样子的制度下的这个经济发展没有办法持久。这边要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他在2012年时的研究与预测。那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没有符合这个预期，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国家富裕与否的问题都是因为制度，那是不是代表那些现在很穷困的国家只要改制度就有救了呢？作者认为也没有那么简单。作者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确实可以靠着政治与经济改革让它脱离贫穷走向繁荣，但问题是制度并不是说想要改就可以改的。
根据作者的观点，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国家选择采用会让国家变穷的榨取型制度，并不是因为那些掌权者太笨，不知道怎么样让国家变得富裕。相反的，那些掌权者呢，都是因为知道这种榨取型制度可以让他自己持续的获益，所以才会极尽所能的维持它，不愿意放开握在手中的权力。所以要改变榨取型制度，终结贫穷问题，并没有这么的简单。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呢，作者汇整了3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呢，是从当权者自己出发，当执政者发现这个榨取型制度其实弊大于利，导致他们无法获利时，可能就会主动改变。这边的案例就是澳洲，以前这是英国政府流放罪犯的地方，但当他们发现高压管理会让罪犯摆烂，导致他们想要榨也榨不出什么，所以愿意改变。第二种呢，是像刚刚说到的南韩，透过民众的革命来改变政治制度，这个过程风险高，而且能够成功的案例可能还是少数。第三种呢，则是很偶然的综合状况。这部分书中提出的例子呢，是美国南方的榨取型经济。以前南方的精英阶层呢，会榨取黑人，要他们手工采棉花。但随着这个农业科技进步，精英阶层呢，逐渐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力。再加上美国不论南北都有统一部宪法，后来民权运动呢，也风起云涌等等的偶发的要素综合之下，南方顺利终结了榨取制度。今天呢，我们之所以会介绍这本书主要是因为过去很多人在谈国家贫富差距的话题时，最常引用的都是《枪炮、疾病与钢铁》这本经典作品的说法。那么有听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非常大胆的挑战的经典的论述。《枪炮、疾病与钢铁》的作者认为呢，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是源自于地理条件不同，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却认为制度才是关键。翻开全球各地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地理资源跟文化类似的国家经济表现确实能够天南地北。但换个逻辑来看，同样制度的国家里面，一定也会有经济特别强的或是特别贫穷的。所以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呢？或者说哪个因素比较重要？目前我们的看法是，地理资源这种天然条件好像可以视为一种起跑点的差异，但后续经营结果如何，也多少事在人为。换句话说，与其说这2种理论是在竞争，我们觉得后者呢，更可能是像是帮前作的经典补述。2位作者非常用心收录了涵盖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许多政权如何发展跟变化，以及各国对于广纳式榨取式制度的这个应用解析。其中我们最有感的是，作者有提到国家富裕或贫穷的状态并不是永远不变的。除了制度上面的差异之外，执行上面的差异也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往前进步或者持续的退步。那今天的分享内容都是非常粗浅或简略的部分。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很推荐你可以亲自去看看这本书，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哦。那么今天的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同意作者说的制度决定经济吗？制度真的很重要，不然呢，一手好牌也可能被打烂。B 还是觉得会努力不如会投胎，胜在资源多的地方先赢一半。C 觉得经济发展与否还是牵涉到很多面向。提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阶级复制以及穷人为什么无法翻身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